大家好，有位网友想看一下我是怎样种植这2颗裸根的石斛兰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2颗都是早几天团购回来的石斛兰。收到这些裸根的石斛兰，我是给它稍微的喷了水，然后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。今天用的植料就是树皮加上一些种植多肉的泥土，这些泥土其实也就是一般种菜种花的盆土，加上了一些小石头。加了小石头，它的排水性就比较好了，树皮跟泥土的保水性就比较好，这样也就可以保持里面的湿润。今天用的是一个陶盆，陶盆的排水性比较好，也比较透气。首先种植的这一颗是玫瑰石斛，这颗玫瑰石斛原来的根已经被剪掉了，剩下的这些根我也不需要修剪，就直接种起来。还需要多一点植料，这样大概就可以了。石斛兰一定要浅种，不要种得太深，只要植料把头轻轻的盖起来也就可以了。这里已经长了3个新芽，我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把这3个芽都弄坏了。玫瑰石斛是一种原生种的石斛兰，它的原产地是中国的云南。玫瑰石斛是一种喜阴凉的多年生本草植物，喜欢在温暖、潮湿、以年降雨量1000毫米以上、半阴半阳的生长环境。它不耐高温，也不耐寒冷。最适宜它生长的温度是在15摄氏度到28摄氏度左右，也就是我们大概是70华氏度到85华氏度左右。它对空气湿度的要求比较高，一般在空气湿度达到60%就最适合它的生长。对肥料的要求不太严格，大概在1个月或者是1个半月给它施1次肥也就可以。玫瑰石斛属于气生根，所以它要求根部的透气性要好，最好采用的植料是能通风透气、排水性比较好的植料。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，它的生长速度会比较快，生存的能力也非常的强。如果天气太热或者是太冷的话，会直接导致它生长缓慢或者是停止生长。像我们收到这些裸根的玫瑰石斛，因为长途拔石，它的根部也是缺水，所以呢，在刚刚种植好之后，空气湿度最好保持在90%左右。1个星期之后，它就能发根。发根之后，空气湿度最好是保持在70%到80%左右。秋天过去之后，它会有一个短暂的休眠期，在它的休眠期就要给它稍微的控水。控水的话呢，不是完全不浇水，只是少浇一点水。由于这颗石斛兰的根被剪掉了，种植起来呢，它就摇摇摆摆的，所以呢，还需要用棍子把它支撑起来。其实这些石斛兰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它们自然的垂直下去，
那样开出来的花看起来也比较自然。等它的根长稳定了，我会把这些棍子拆掉，插上这些棍子看起来不自然，很奇怪的样子。好了，这棵玫瑰石斛就种植好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种植第二盆，用的也是一个陶盆。鸡竹叶石斛兰也是一棵原生种的石斛兰，它的原产地也是中国的云南。它跟刚才那棵玫瑰石斛一样，都是喜欢半阴半阳的生长环境，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就最适合它的生长了。适合它生长的温度是15摄氏度到28摄氏度，它不耐高温也不耐寒冷，所以温度太高或者是温度太低的话，都需要把它搬到室内去。最适合它生长的湿度是60%的空气湿度，跟刚才那棵玫瑰石斛的要求一模一样。对光线的要求也就是半阴的光线，它不能直接的晒太阳。冬天如果天气太冷的话，可以把它放到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。对水分的要求，既要它的植料保持湿润，也需要它的排水性比较好。所以我们用来种植的植料一定要保持它的湿润，而且它的排水性也要比较好的植料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植料里面加上小石头的原因了。好了，这2棵石斛兰都已经种植好了，现在就来给它们浇水。由于这些植料都是干的，它们的根也都是干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浇水就要浇透。浇透水之后，就把它们放到比较阴凉的地方，不要直接的晒太阳。这个时候也不要给它施肥，一定要等它长出新根了，才开始给它们施肥。还好这几天会下雨，我把它们种植好之后呢，如果是下雨的话，空气湿度就达到100%了，这样就更加有利它们的发根。这2棵石斛兰跟其他的石斛兰的种植方法不一样，它们不耐高温也不耐寒冷，所以在种植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在天气太热或者是天气太冷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它们搬回室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